安安，今天要介绍的部首是一部，我会选择几个比较常见的一部字来分享我在写它的时候的心得还有理解。我们在写一的时候，最困难的其实是让它不会显得呆板，就像是一条很平凡的直线一样。那透过我们在这边做一条水平的辅助线，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有一个像是山峰一样的走势在走的。而且你可以注意到，其中在起笔还有收笔的时候，我的力道有把它加重。那这样子的话呢，会更带出它灵活的味道。那第二个字呢是丁，丁的话要注意，在中间这一竖呢，它必须要笔直而且有力。那可以看到在字的左半边的空间跟右半边空间的分配上，左半边的空间会稍微大一点，因为在最后一笔竖钩的部分呢，它会坐落在字的左半边，所以我们将左半边的空间分配的较右半边的空间大的时候，在最后的层次上面呢，会显得比较平稳。第三个字呢是上，我们可以在第二画的起笔处做一条辅助线。我自己认为啊，以上这个字来说，上半部的空间呢，比下半部空间稍大一点，会显得字比较好看。但是呢，其实你要将上半部的空间跟下半部空间分配的差不多大小，我觉得也是 OK，只要不要下半部比较大，我想都是可以的。那在最下面第三横的部分呢，同样它需要足够长，并且带有一点弧度，免得写的呆板。而在左右空间分配的部分，我觉得大致上相同即可，或是右边稍稍大也没有问题。第四个字呢是丈，丈这个字呢，我觉得不太好写。其中第二笔的画的部分呢，我觉得是它的灵魂啊。第一笔应该说第二笔画的第一部分呢，它其实是接近笔直的，它会在行至中段的时候呢，才有一个往左下的轨迹带出来。这一笔呢，在历史的史当中，你也可以看到。那在最后一笔捺笔的部分呢，我个人会比较喜欢在接近尾端的时候把它拉平，而不是直接的把它提笔提起来。这样子呢，类似我们在写书法的笔法的话，会显得比较沉稳，比较有一点技术性嘛。那如果从字体的结构上来讲，第二笔的起笔呢，会比较偏向第一笔的右边1/3处，同时呢会透过这样子分配给整个字体左半边比较大的空间，这样的层次会比较平稳。那延伸到下方来的话，左右两边必须分别突出第一笔一点。尤其右边呢，又要突出比左边更多一些，这样整个构图平稳，而且字的结构上会比较好看。那第五个字呢是步，步的话，我们在中间做一条垂直的辅助线。这一笔的话，我建议如果是初学者的话，跟我一样带有一点弧度，会比较好上手。那以第一笔为基准来看的话，左右两边它会需要突出一点点，这样整个字的结构同样会比较平稳。那在第一笔跟第二笔画的衔接处有一个小细节，就是在第一笔画结束要开始第二笔画之前呢，它会有一个向上引笔的动作，而不是呆呆的往下拉。这样子的话呢，在转接处会有一个结的出现。那
整个味道会比较有，会比较好看一些。那同样的这样子的笔法呢，你也会在像士部里面会遭遇到。那第6个字呢是世界的世。世界的世呢，它整个字扁一点会比较好看，就写起来比较不会是我们一般印象中的方块字。那在第一横的部分呢，它会是一个特别长的横笔，那同样带有稍许的弧度。那画面上的这3条线其中所包含的2个空间呢，会需要大致相等，应该说几乎一样。那横向空间的话呢，同样也是需要几乎相等。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在下面的部分呢，可以稍微的小一点点。那这样子的空间分配呢，我们称之为布白，就是把空间平均的分配给字的每一部分。那其实如果这样的布白分配的好的话，不管是什么字，你成字都不会松散，结构也会好看。那第6个字呢是并且的并，并且的并呢其实不会很难写。以中间2点做基准，做一个辅助线的话，在上半部跟下半部的空间其实大约相等。那整个字呢，从中间剖一半来看的话呢，左半边空间跟右半边空间的分配其实也大约相等。可以注意到，在第1画、第2画、第3画构成的那个小部件当中呢，基本上是以左低右高、左大右小的概念在做布局的。最后一个字是丞相的丞。那同样，我们在中间做一条服务线来看的话呢，在这一笔画的部分，我会建议同样有一点弧度。那但是要注意的是，在起点跟终点这2点呢，必须要在同一条直线上。而以第一笔为准的话呢，左右两侧同样需要突出一些。那跟先前提到的丈夫的丈那个字一样，右边的突出需要比左边的突出来多一点，字才会显得平稳。那最后的话呢，最后一横需要跟上方有做连接，不可以断开。我觉得断开就味道就会跑掉了。那第一笔画的起笔的部分呢，可能会有人想知道说为什么我会那样起笔。其实那个是个人习惯的问题。那我通常在类似的笔画呢，我会习惯那样起笔，我觉得比较好看。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改天见。